是不是都没想到这次的 Pace 4是的屏幕？看 Pace 4和 Pace Pro， 我们怎么能对比一下 ？Pace 4的续航几乎和 Pace Pro 无异，所有的一切都在一个单克的机身里。哎，大家伙早喽！结束了北马，从北京已经回到了大阪。北马的余温还在，心里依旧很兴奋。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块陪伴我在北马再次破240的手表，高驰的 Pace 4。与高驰的结缘是在 Pace 2的时候，轻量和务实是我对 Pace 系列的初印象。后来呢，就到了2022年的北马，我记得那是一块 Apex 2 Pro， 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块双频 GPS 的手表。转眼2025年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距离我的第一次北马10年，距离上一次北马3年。上一次北马是 Apex 2 Pro， 这一次在赛前2天，我拿到了最新的 Pace 4。我决定用Pace 4陪我上北马的赛场。过4公里340，加油加油加油！我前4公里我跟那公里牌一点都不差，可以可以可以。小伙伴们看Pace 4怎么样？可以，亮度也可以，好轻啊！看。现在北京马拉松跑到了11.3公里，要拐弯到河边了，差几秒 PB。Pace 4送来的时候，我拿到快递盒特别的轻，快递盒里只有一个这个，看不见从外边，我以为没装东西。上手以后呢，手表的第一感觉是硅胶的表带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变得软了特别多，而且它这个佩戴方式变成了和 Apex 4一样那种钉的方式，佩戴起来就相对更方便一些。因为硅胶表带软了很多，所以呢佩戴起来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同时呢运动中也不会硌手。北马的时候气温不高，我的出汗虽然不多，但是呢赛道上饮水什么的，还有那个降温毛巾会让水打湿在这表带上和手表上。这个表带感觉疏水性比较好，干的也比较快，弄上水以后不糊手。从外观上看，Pace 4略微增加了一些立体感的那种感觉，尽量在控制重量的情况下优化了一些质感。小伙伴们是不是都没想到这次的 Pace 4是 AMOLED 的屏幕？看，因为我不从事那种能跨越很多天的超长时间的越野，或者是那种很极限的户外环境的运动，所以对于路跑来说，我更喜欢 AMOLED 的屏幕。Pace 4这块 AMOLED 的屏幕和 Pace Pro 一样，有1500尼特的亮度。这次的北京马拉松太阳特别好，特别大，在阳光下看完全没有问题。我喜欢 AMOLED 的屏幕也是因为颜色更加的鲜艳，并且呢显示也更加的细腻。我用一场全马测试了Pace 4的 GPS 表现，一场全马下来距离只多了200多米，是周围问过的人里最少的。42.45公里，我是42.45，发现你切的还好一些。一方面是我对北马路线比较熟悉，另一方面就是Pace 4的 GPS 的表现非常优秀。针对城市路跑可能会出现的吞距离的问题，Pace 4也做了相应的优化升级。同时呢，我用了一个非常严酷的环境来测试了一下Pace 4的 GPS， 我们去看看。小伙伴们，现在是11月6号清晨5点52，看我的装备。我们从我的家跑4公里，跑到大阪的梅田，都是高楼大厦的地方，我们看看 GPS 的表现。大阪这边虽然没有北京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但是很多路比较窄，所以显得楼比较密集。你看我现在这条路就是单行线，两边的楼高一点的有10多层，低一点的就是这种2层的小楼。现在Pace 4在左手，
Forerunner 970在右手。这两块都是双频多星的手表，而且我都设置成了最费电、最精确的模式。哎，佳明这边1公里，佩斯这边也1公里。佳明这边第1公里5分07秒，佩斯这边5分09秒。都在误差的范围之内。刚刚跑完第3公里，第2公里结束的时候，高驰第2公里比佳明第2公里少1秒，第3公里的时候也是少1秒。也就是说，现在这两块表的距离和时间，就是公里平均的这3公里多的配速，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我现在跑到了大阪的中之岛，这个地方也是大阪马拉松路线之一。你们看前面的高楼这一片，可以先看看在这个密集程度下的表现。再往前就是大阪的高楼大厦了。我们很快要迎来第4公里的高驰，已经跑到了算是每天辐射到的范围内。你看周围的高楼变多了。哎，佳明报时，高驰报时，两边第4公里都是4分56秒。到目前为止，佳明比高驰可能多3步，那就是5米左右，不到5米。我现在的3步这个速度下，考虑到2个手表不在同一只手，所以完全在正常范围内，说明现在这两块手表的表现都没有问题。像我们在平常跑步和比赛的时候 ，GPS 有的时候大家看轨迹，大多数时候会有小小的锯齿。这个事情其实就目前我能了解到的技术，不太可能完全解决，因为我们跟汽车比，我们太慢了，而且我们的路线又不能像汽车导航那样可以锁定在公路上。它只能靠真实的信号，然后再排除一些噪声信号。所以大多数时候，只要不是像以前单凭 GPS， 有的时候突然一个大的凹陷或者突出，然后告诉你上1公里跑了2分多以外，只要没有这种问题，大多数时候 GPS 是可靠的。其他的就要看各家的算法。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小的地方绕圈的时候，那就看各家是怎么算绕圈的时候的打点的。有时候呢，其实大部分手表是会多记的，但也有极限情况，就是你在绕小圈的时候有可能会少记。这些都是各种的现实情况去模拟，然后再去优化。小伙伴们，我在每一天那儿找到了一个极限测试 GPS 的环境。我们看看佩斯4的表现。我已经绕了2圈了，现在是第3圈。绕完这圈，我们就去大阪城，给大家看一下啊。看，正前方这儿是一个楼，左边一个楼，这2个楼中间的路单车道啊，双车道，前面还有一排楼，这儿还有一个凸出来的，可能是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建筑，电梯口或者什么，和通道口。我们回去看轨迹啊。我在这绕了3圈，因为只绕1圈有可能有意外，我们绕3圈看一看。目前为止的公里报时还是符合我的体感的，所以应该没有大偏。好，绕了3圈，我们回去看看佩斯4的 GPS 表现。小伙伴们，跑回了大阪城，我们来看看佩斯4的表现。来，从我家出来这一片。虽然路很窄，楼很多，但是在现在的双频全星座下，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就看看，首先是这个中之岛，这个地方连这个人行道的那个小弯都记录下来了，完全没有问题，丝毫没有偏。今年的大阪马拉松，我带的 Pace Pro
大家还记得吗？在8公里左右的地方稍微偏了一点，就是这个地方。这一次表现非常好。然后我们看看到达梅田这一片的时候，哦，看，我特别想看这儿。刚才我们转了一个特别极限的楼，转了3圈，有工地，有高楼，甚至有一个3面环楼的天井。当时的 Pace Pro 的评测是在那边有一个大概的样子的地方，也是这么测的。但是这一次测的更极限，我们绕着这楼绕了3圈，你们看，就从这个轨迹看，应该是完全没有多迹，或者说只有那么一点点。就非常的棒，因为穿过那个天井，马上又进到一个就是有顶的那么一个地方，对不对？Pace 4通过了严酷的 GPS 考验。最后，我想从一名技术专业的从业者的角度和一个跑者的角度来结合分享一下我对 Pace 4升级的观点。芯片的升级让 Pace 4的算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有人会说穿戴设备算力不那么重要，这点我基本同意。但是呢，更快的芯片带来的操作体验的升级是肉眼可见的，所有操作几乎都能瞬间完成。运动结束后零等待可以看到详细的数据。另外，高驰现在也支持本地的音乐、小宇宙和网易云音乐的播放。跑步的时候用手机听歌也成为了一个训练中的常态。再加上新的语音播报，这些其实都需要强大的算力的支持。算力提升对未来其实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例如 Pace 4增加了机身的内置麦克风，现在呢是可以用语音来记录你训练的感受。你的疲惫的带着轻微喘息的语音会被永远留下。我们现在结束了运动， Pace 4现在有内置的麦克风，它有这么一个功能，如果你是训练，就是训练课表结束之后，他会问你训练感受，你就顺着来，可以录音。如果你是正常的跑步，像这次结束以后，在这个画面上会有一个运动感受，带一个麦克风的标，看到了吗？我们点一下啊，轻松，然后就开始可以录音了，录一个啊。Pace 4的感觉非常的轻，今天去梅田跑了1圈，又来大阪城跑了一点点。今天是北京马拉松赛后的第4天，今天是周4，身体恢复的还不错。到周6就恢复正常的周6早晨的长距离训练，准备下周的神户马拉松了。我们看看刚才运动记录的声音。在运动详情页面滚到最下面，看运动感受这儿，轻松是我刚才在手表上摁的，然后这儿就是我说的话。我们不仅仅能播放我的声音听，同时呢，它会把你录的话文字识别。整个这一段话，应该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只有Pace 4识别错了，其他的都是准确的，包括梅田这种地名、神户马拉松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这个声音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强度训练或者比赛结束之后，那一瞬间我想说的话，我掺杂的感情是文字不能替代的。同时，这种记录的效果。体验就要比你同步完了以后再用手机去打字要好得多。虽然我们手机这儿可以去打字去记录，但是我猜很多小伙伴都会忽略这一个功能，对不对？现在这就挺好。它可能唯一还能改进的地方就是录音的时候音量再大一点，因为我把手机调到音量已经很大了，在这儿放的时候还是声音不够大，也可能是在户外的原因。同时，在未来，也许麦克风加上本地芯片的算力，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体验。从 Pace 2、Pace 3到 Pace 4，我觉得高驰把 Pace 系列对跑者的加法和减法做到了很极致的程度，该有的都挺好，其他的呢都拿掉。从当时的 Pace 3就是这样，每一次的 Pace 都给我们了一个小小的惊喜。Pace 2的时候，这么轻的一款跑步手表的出现，到 Pace 3，很多人猜好像也许不会有双频 GPS 吧，但是 Pace 3上了双频的 GPS。到了Pace 4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似的，很多小伙伴可能没有想到会是 AMOLED 的屏幕，对不对？ Pace 4大幅更新了芯片的算力，并且呢上了 AMOLED 的屏幕。所以我的评价是，高驰的 Pace 系列秉承了一贯的听劝与追求路跑极致的风格。下面我们进入一个有意思的环节啊，Pace 4和 Pace Pro
我们怎么能对比一下？很多小伙伴们会纠结它们的性能和参数，这一点呢，我也求证了高驰的朋友，屏幕的亮度两者是一样的，芯片的算力两者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佩斯4的屏幕会小一些，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参数、像素的分辨率会少一些，就是多少乘多少会少一些。但是因为同样屏幕也变小，它的像素密度是不相上下的，也就是说它俩的清晰度上，比方渲染一个字的清晰度上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体积变小、重量变轻的情况下，无论是日常佩戴还是运动，佩斯4的续航几乎和佩斯 Pro 无异，全面优于佩斯3和佩斯2。那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佩斯4的内置存储只有4个 G， 而佩斯 Pro 是32个 G。但是同样的还有一个区别，佩斯4只有轨迹导航，而佩斯 Pro 是有离线地图导航的。像我们手表的存储，更多的空间其实都是用来存离线地图的，像小宇宙、网易云音乐，甚至是本地的音乐，4个 G 足够，肯定是用不完的。同时，佩斯4的材质和佩斯 Pro 其实是一样的，防水、离线支付、血氧这些功能通通都在，没有做减法。再加上它增加了内置的麦克风，所有的一切都在一个单表27克的机身里。还是那句话，对路跑爱好者，功能足够，能力够强，产品定位非常明确。最后就是大家关心的价格，佩斯4的价格仍然维持在1699，和上一代佩斯3的价格相同，性能和屏幕都有了巨大的升级，但是价格没有变，非常具有性价比。好了，以上就是我对高驰佩斯4的使用体验。这块表从知道它的存在到得知有机会赶在北马之前拿到，当时我特别兴奋，每天都在查快递。我是在北马那一周的周二晚上拿到的这块表，试用了2天之后，伴随了2次的固件升级，在北马的赛道上，它陪着我再一次238。作为一个技术从业者，又作为一名跑者，在对跑步类的数码产品上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遇到一个好的产品，我就会倾尽全力去了解、去使用它。行了，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